旅居6年，走过10多个国家，我们曾想过永远这样自由下去。直到这1-2年，一个声音在我们脑海中越放越大。他们就是说，你如果要小孩，你就选择了一个 hard 的人生模式。我们不能移动了，那我们所有的收入都给断掉了，我是不是有能力成为一个父亲？那咱这是已经准备好要小孩了吗？自从我们开始在网上发数字游民相关的视频以及旅居的视频以来，经常会有评论说你们是不是丁克，或者说你们就是因为没孩子才能过这样的生活。我们也会想，确真的是这样子吗？然后另一方面，我觉得我们也到一定年纪了嘛，然后已经30多岁了，在这1-2年之前，这个话题并没有进入过我的脑海之中，只是这1-2年确实有的时候会去想一想这样的一个问题。对我自己来说，首先我结婚之前肯定不会想什么要小孩这种事情。结婚之后，我们2个人就出去旅行了，然后我们就在过自己的生活，在旅居，在见到自己的事业，寻找自己的爱好。其实我还挺讨小孩子喜欢的，如果朋友的孩子，我也很喜欢跟他们玩。但是我并没有那种我好想有一个自己的孩子，我也想生一个很可爱的孩子。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过那种想法。但是呢，另一方面，对我自己的家庭，原生家庭来说，我自己的感受还是挺好的，所以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说我一定不要孩子。因为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很早就考虑了孩子这个因素，认为孩子是一个可能跟自己的人生目标相悖的一个因素，但是我可能也没有这么看。所以我自己真的是从回国2023年，差不多我31岁的时候开始考虑这个问题。因为之前完全没想过小孩，因为还是更多的体验这个世界的美好，去世界上各地去看一看，先把自己养好，先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是的，然后还有就是自己的事业还没有稳定，所以也是想在工作上面再去精进一下。当你达到了一个很好的条件，一个很好的 timing， 我才能考虑要小孩这件事情。你有了孩子以后，你的精力会越分散，你也要花更多的钱。但确实我们也有看到一些穷养的例子，比如说我们之前在拉美的看到身边的一些人，他其实并没有很有钱，但是他其实也生了2个，就是有穷养的养法，也有富养。其实我没有很排斥养小孩这件事情，我是觉得这跟我们身处的环境很有关系。如果我一直是在一个大城市，比如像上海这种，那我肯定完全不想要小孩。比如说在杭州，或者说在我老家福州的一些同学，他们其实都是有小孩的。只要离开1线城市，好像大家生育的欲望就会更强烈。我会觉得生孩子好像也不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因为很多人生了孩子，我觉得他们日子不也照样过嘛，对，就是这种感觉。我们23年以前的3-4年在拉美旅居包括巴厘岛，其实那个时候无意中就接触了很多既在游牧而且是有孩子的家庭。第一个开房车的同伴就是一个日本的家庭，一家4口带2个孩子。在那趟旅程当中，我们遇到了很多阿根廷的一家4口，欧洲的要带孩子。首先我们可能在过游牧的生活嘛，但是我没有觉得说有孩子就会阻断我的这种生活方式，因为在最开始我就看到了很多这样的案例。后来我们在一些社区去生活的时候，就是里面也基本上都是会有一些家庭的，我们也会感受到这个家庭给这个社区其实带来了很不一样的一个能量，因为毕竟有一些小物种。所以我觉得我在没有考虑自己要孩子之前，我觉得确实我积累了一些相对而言比较正面的一些养娃的，而且在过游牧生活的一些案例。而且在我们自己的社群里面也是有好几位中国家长带着孩子旅居的，所以从我自己接触我的各国的游牧家庭案本来说呢，我觉得能否过旅居生活其实更多的是取决于父母的想法跟他的能力。只是说有了孩子以后呢，可能游牧的节奏会更慢，并且呢除了要考虑自己的需求以外，也要考虑孩子们的需求，以及就是要根据孩子的实际年龄去做不同游牧方案的调整。所以说我并不觉得有孩子以后我们就不能继续过这样的生活了。我觉得转折点应该就是回国，当我自己开始考虑我自己到底要不要一个小孩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天然的有给我带来一些压力。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我回国了，那个环境不一样，而且回到了上海，你觉得上海你是肯定不想生小孩的，而且我必须坦白，女性就是会有生育压力的，就是生育年龄的焦虑的，你自己也能感受到你的体力或者是说你的精力，包括你身体的状况的变化，所以你无形中好像就会有一个 deadline 一样，我是不是要在什么之前就做这个决定。第二个就是关于我们2个人能不能带好一个孩子，我的伴侣真的能成为一个好的父亲吗？你可能都没有去判断你自己，你就会去判断你的伴侣，你会觉得他可以吗？他有耐心吗？他能把他的时间分出来吗？他那么热爱他的工作，就是也会有很多这种的一些想法。3个就是我们其实一直处于旅居生活状态，包括当时回了上海，我自己也会觉得我们并没有觉得想生活在上海，那接下来去哪里生活呢？又是不确定的，所以我就觉得连自己的生活都不确定。那因为生小孩毕竟是一个你至少有个1年的时间，你得在一个地方稳定的生活嘛，然后我就会觉得有点复杂，而且又会觉得说有点麻烦吧。我觉得因为我自己的理想状态是，假设我有了小孩子，我是希望我自己去带他的，但是同时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因为
可能孩子他会分配你的精力会特别多，所以这也是让我觉得会有一定的压力的，还没有办法分出那么多的精力出来，同时还能保证我可以赚到钱。但是我觉得其实这几年就有开始做一些准备，因为前几年我们一直是在约等于算是做旅行博主这个职业，其实就是要到处去跑的。但是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这种生活方式，如果说我未来想要有个孩子，它其实是不可持续的，因为首先你到处奔波，对我们身体的状态的影响会非常的大。第二个就是，如果我们养成了一种需要到处奔波才能赚钱的一个商业模式，那未来我们有了小孩，我们不能移动了，那我们所有的收入都给断掉了。所以这一两年，我其实有意识的不会想去把我们完全的放在旅游博主这么一个领域下面，包括还有就是，如果说有了小孩，我们要在哪里生活？那我的理想状态是，我觉得我们要去一个有家庭氛围的地方生活。比如说最好，假设我们有小孩，那这个地方肯定要有很多也是刚生小孩的人，这是最理想状态的。有一句话嘛，就养一个孩子需要一个村庄嘛。对，就是一定要有个可以支持你的社群在那边。为什么我选择清迈？它有一点原因就是它有孩子，但是清迈它可能是更大一点的孩子偏多一点。但是清迈确实是一个其实比较叫什么家庭友好的地方。对，我觉得清迈它算是0.5达标了，它没有达到1这个程度。其实我是一直很让我困惑，我是不是有能力成为一个父亲？就不只是你会质疑你的伴侣嘛？那我没有质疑过你会不会成为一个好的母亲，但是我也会质疑我自己是不是有办法成为一个好的父亲。因为从每个人的成长来说，他或多或少都会有很多原生家庭的影响嘛。我觉得尤其是年纪越大，就包括30多岁以后，我越来会意识到原生家庭对每个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我其实从1年多前，我就还在想，我有没有办法化解掉原生家庭给我的一些伤害？因为如果这些伤害不能被化解掉，那有可能这些伤害会传递给我的下一代。而我没有质疑，是因为我觉得你好像原生家庭还好，但是我自己可能更了解我自己，我会觉得原生家庭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里面有很多是很负面的东西。后来我有点坦然了。首先我们都不是完美的，就是每个人身上都会有他好和不好的部分。我觉得养育一个生命不应该是这样的，就包括我们的父母，他们肯定也都是不完美。我觉得更多的是我自己会觉得说，我会接纳我自己，也会接纳我的孩子，也会接纳他会有他的缺点。当然我会努力，比如说改正自己或者说减少自己身上的一些负面东西或怎么样。我觉得相对于你刚刚讲的一些，我还挺惊讶的，因为我可能并没有从职业还有就是生活地点上对于关于孩子考虑那么多，因为我更多考虑的是我不知道有没有跟我差不多年纪的女性的朋友，如果你也在有考虑生育这件事情，因为可能在社交媒体上接触到的更多的是，因为现在女性其实大家都不愿意生孩子，除了一些这个社会的一些结构的问题啊等等，我觉得还会有比如说这种生育的损伤啊，比如说母职问题啊，然后确实这个社会的这个职业的系统啊，然后对于女性的一些不公平啊，你生了孩子之后你很难找工作啊等等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说实话，对于女性来说相对而言比较负面的，而且现在已经在公众的话题里都可以看到的一些内容，能够帮助我去意识到我将来如果我要生小孩我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因为我觉得以前的时候很多女性都根本就不知道的，她就不知道生完孩子整个过程什么样，或者后面是什么样的结果，她就生了。所以我觉得知道这些信息是好的，我也挺建议大家多去了解一些这方面的一些信息的。还有跟伴侣多沟通，我觉得这也挺重要的，因为毕竟是2个人一起的事情。我们后来也继续旅居嘛，有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有孩子的朋友，他们也是相对是在过旅居的这种生活，所以我也会问他们，你们体验是什么样的？你们再给你们一次选择，你们还会选择要小孩吗？他们说你如果要小孩，你就选择了一个 hard 的人生模式，就是更具有挑战性的一个人生模式。虽然在我看来，我觉得他们带着孩子生活过得很潇洒。当时我听到这个答案的时候，我并没有害怕，我没有退缩，我觉得我好像可以接受。我自己后来是觉得，我也是某一个时候，我就觉得好像不用等待一个很完美的时候出现，因为那个完美的时候是可能它是永远没有办法出现的。所以我现在的状态，我其实是比较开放的心态。如果假设它出现了，我就接受它；如果它没有出现，那我也接受。我不会说等待一个我什么都准备好了，我决定了再要了。毕竟这件事情也不是你想生就能生出来的。我之前看过一个故事，一个人财务自由以后，他其实人生失去了方向。纳瓦尔给他的一个建议就是3个东西，对，孩子、信仰、使命，这3个选一个。这3个东西相当于就是一个人他的人生之路可以去选择的某一个方向。然后我之前其实有想过，这3个东西对我来讲，它的优先级是什么样的？我会觉得使命它是很重要的。我就觉得有了孩子以后，整个路径其实都是在围绕他了，而不是说围绕你自己。所以我其实有点不确定的是，或者有点担心的是，如果说我有了小孩，对，那我会不会就等于是放弃了自我实现的那个部分？我可能重心就是在实现于
我的那个小孩，那我自己存在的这个意义跟价值，难道就只是养育他吗？那我难道已经决定了我就不追求我的信仰跟我的使命了吗？这是我在想的一点。但是我觉得如果这3个东西都有，我觉得也挺好的。如果我能又能有个小孩，又能继续追求我这些，那我觉得挺好的。包括因为之前我们也旅居了好多地方，如果现在你让我再去进行一趟很长线的旅行或者什么，我可能就没有激情了。但是如果说让我想象一下未来我可以带着小孩一起去，让他看这个全世界，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非常兴奋、非常想做的事情。那必须你肯定还是要有一点经济基础嘛。对，这肯定重要的。我在想，我现在搭建的收入模型是否可以支持多了一个人后的一个状态？对，所以可能现在也是要慢慢再去调整一个更加灵活一点的收入方案，尽量还是能让自己不用通过太多的时间。我觉得之前可能会意识到说，我希望多解放我的时间，可能就意识到这一点，但很多时候你没做到，你可能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反正你还是有时间可以花在上面。但是假设如果我们决定要有孩子，那它就是一个很硬性的会把你时间吃掉的部分，那你就必须得要解放你的时间去赚钱，那就得 push 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些变化。那咱这是已经准备好要小孩了吗？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说我100%的准备好了，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在逐步的增加我自己的信心的一个过程。原来可能是0或者10%，那我现在可能至少有50%到70%。我觉得我不排斥，我觉得可以算80%的顺其自然。因为你刚刚说那个，我觉得还挺喜欢他如果出现了，我觉得也很好；他如果没有出现，那也很好。那我们差不多就聊到这儿。其实我也不知道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些对大家有没有帮助，但是因为我们建立这个频道，其实就是想把我们的生活方式，还有我们的所思所想，还有一些行动分享出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也很期待利用我们这个频道作为一个平台，能够去听到大家的想法，因为大家处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年龄阶段、不同的一个生活方式，你对于这个话题的想法是什么样的？我也很期待这次我们视频的评论区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拜拜。